我是这么看的，这本书其实它对当局的这种冲击还是蛮大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新闻不是已经有报了吗？就是当局马上就把这个沈栋的这个前妻，也就是这个段伟宏当事人，就把他放出来，然后马上跟这个沈栋通了个电话，还拿死亡来对他进行威胁，是吧？就如果说你要是非要出版这本书，那很有可能你的这些亲人他们可能就有性命之危。就说它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说明这本书它很有可能对当局，至少在它就是习近平20大之前，它就是一个不利的因素。在这里面我看到我大致看了一下这本书的内容，我觉得它至少是有4大因素存在。首先第一个就是这本书里面它不是披露了很多，这些都是中共高层，而且都是常委这个级别最高层的了，很多的这样一些内幕，是吧？比如说这个温家宝的夫人张贝丽啊，还有包括这个习近平，还有王岐山啊、孙政才啊、像令计划，还有曾庆红、江泽民等等，全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好多的这种，他们本人以及他们的亲属的之间的一些这种就是钱权交易啊，或者是这种一些高层互相之间怎么这样勾心斗角的一个真实的这种生态，我觉得它的可信度其实是比较高的。所以它就带来第一个后果就是什么呢？就是它让外人，让普通的老百姓都看到了，就是中共高层内部它是如何进行这种暗箱操作的这么一种败坏的这种行为。这个对中共的形象其实毫无疑问是一个比较重大的打击，这个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就是我们看到这本书里面，它其实还揭露了很多这些红色权贵们，是吧？就是这些高官他们的亲属。其实相当于利用他们的亲属去作为一个代理，然后去进行钱权交易啊，比如说利用内幕消息啊，还有利用这个自己手里握有这种像监管审批的这些特权吧，各种各样的特权，一夜暴富，甚至是一夜就暴富到富可敌国的这样的一种程度。这样的一个内幕，它对中共合法性的打击，我觉得它是非常大的。尤其是现在我们看到习近平不是还在提嘛，就是说要这个共同富裕，意思就是你们这些有钱人要去帮助这个穷人，要去带头，要去帮助他们。其实这本书它出来就相当于告诉大家，在中国大陆这个社会里面，谁才是真正的有钱人？这些所谓企业家啊，像什么马云啊等等这些人，他们其实都不算，他们只是都是前台的，或者是手套，或者说只是说攀附着权贵来发了一些财的这种红顶商人而已。真正有钱的其实是这些官员，尤其是这些高层官员，他们真的是富可敌国的。这个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因素呢，就是我们看这本书里面，它有特别吸引人的一段这个内容，就是他特别提到了这个孙政才，是吧？孙政才呢，他和胡春华都是被视为当时是接班人的，作为来培养的嘛。2个人，那么孙政才呢就和这个对这个胡春华他就有一些这个搞一些动作，他就特别这个拉拢这个段伟宏，是吧？对这个胡春华去进行一些相当于就是我们说的现代的宫斗剧了。就这种宫斗剧呢，当然这个大众啊老百姓看起来他当然是非常戏人，这个可不是戏，这个是非常真实的，就是中共高层红墙里面的勾心斗角，是吧？各种明枪暗箭的。所以它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它很有可能会让习近平他产生一种联想，因为大众他很有可能也会联想到这一点，就是习近平当初他上台，他能够成为这个接班人，是吧？不是他和薄熙来之间其实也是有这种很类似于孙政才和胡春华的这种情形，那么他们之间是不是一样也有类似这样的，就是明争暗斗，是吧？你争我夺的这些，就是比较说是比较龌龊的，就不能够见光的这种行为呢？他对习近平的形象毫无疑问肯定是一个打击，因为习近平现在我们看他正在给自己造神嘛，对吧？正在这个树这个个人崇拜，所以呢，你这样的一种形象，那你看你就是这个搞阴谋诡计的这种人的话，那个对他是不利的。第4个因素呢，就是这本书里面它其实涉及到的人呢，他不仅仅是一些退休的高官，他其实也涉及到了很多现任的，比如说刚才我们已经提到的是吧，像习近平、王岐山，还有习近平的这个就是算是他的亲信陈希啊等等这些人，还有胡春华等这些人，这些都是现任的，而且很有可能他们在这个即将到来的20大，可能他们都是有一些安排，就是有一个人事布局在里面。如果说这本书里面对他们其实很多一些不利的这种新闻要是被披露出来被曝光的话，那么就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些人的这种前程，它可能会引发政治局内部的一个变动，甚至严重一点说，很有可能会引发整个20大人事的这种布局，整个它可能都会因此而发生改变的。这个可能它就相当于打乱了习近平的一个打算一样，这个对他来说，他就是更大的一个威胁，他是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这本书我觉得就是无论是对大陆的是吧，就是我们华人吧，就是比较了解中共的这种政治生态的，还是对
西方人他们普遍其实对中共，因为中共长期都是暗箱操作，他们基本上不太清楚这个就是中共高层内部是怎么一种运作的方式。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它还是有蛮大的一种这种参考价值，它让人看到了中共内部哪怕只是一个局部，但是它也可以让很多人就是说可以让很多人可以知道，就是中共内部它的这种运作往往是超出我们一般人的想象的。对。